大家好，9月23日，北京牡丹园地铁站外有爆炸发生。无独有偶呢，上海地铁也爆炸了。看样子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并不是很太平啊。最近郭金龙都复出了。郭金龙已经77岁了，是蔡奇之前的那个北京市委书记啊，被认为是胡锦涛的嫡系，因为在西藏的时候呢，胡春华给郭金龙当过大秘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胡春华和郭金龙的关系啊，再看一下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啊。之前那个视频我已经把上海和广东的常委都说了，今天就说一下尹力啊。下一个视频再说一下北京这12个常委啊。我说的顺序呢，就是按照重要性来的呢。上海第一，广东第二，北京第三。那下次再说就说重庆啊。这个分数呢，就是按照省委书记进常委是2分。进政治局是1分呢，其他副国级按照0.5分来计算的。那山西呢，就是中国的政治洼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山西的省委书记晋升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连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样的副国级都没有啊。山西的省委书记基本就等于仕途的终点站。2001年呢，38岁的胡春华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当时的西藏党委书记就是郭金龙，也就是说胡春华当年是郭金龙的大秘。那西藏的党委书记之中呢，后面的那一位呢，陈奎元就是陈云派系的，跟胡锦涛没有任何关系啊。西藏也不是胡锦涛家开的。陈奎元提拔的吴英杰啊，吴英杰已经被抓了。那陈奎元他骂温家宝，那肯定不是胡锦涛这个派系的呀。陈奎元是内蒙古出身的官员，是呼伦贝尔盟出身的官员。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呢，在文革的时候有10年它不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属于黑龙江管，大部分归黑龙江管，一小部分归吉林管。那东北局不就是陈云的地盘吗？东北局的书记宋任穷跟陈云是一个老婆，叫做钟岳林啊。当初既然不是陈奎元提拔的胡春华，那到底是谁提拔的胡春华呢？那就是郭金龙提拔的胡春华。当时陈奎元是西藏的书记，是1把手，郭金龙是西藏的常务副书记，是2把手啊，就是郭金龙提拔的胡春华。1995年到1997年，32岁的胡春华担任山南地区行政公署专员，那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的市长。郭金龙呢，当时就是西藏党委的常务副书记。当时的山南地区的地委书记叫做向巴平措呢，向巴平措是1992年11月担任山南地区行署专员的，而胡锦涛是1992年10月离开西藏的。也就是说，向巴平措这个行署专员肯定是在胡锦涛任上已经定下来的。胡锦涛离开西藏1个月之内，向巴平措就升任了山南地区的行署专员呢。也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他好像对共青团有莫名其妙的认同，或者说好感，以为共青团就是出身草根。其实共青团跟红二代是一样啊，薄熙来和习近平升迁每一步都是安排好的，胡春华他也一样啊，都是胡锦涛给他安排好的。那奴隶对奴隶主产生共情啊，有点莫名其妙啊。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呢，他其实最邪恶的不是他彭丽媛的背景啊，因为尹力的确有很深的彭丽媛背景啊，他天天跟彭丽媛混在一起啊，大家就忽略了其他的方面。其实尹力最邪恶的是，尹力是袁牧提拔的，袁牧他很出名啊。那包括说6·4北京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是谎言啊。包括袁牧的女儿去办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啊，那个梗非要较真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没意思了。他毕竟已经流传那么广了。那习近平为什么会提拔尹力啊？因为尹力是袁牧提拔的。袁牧跟习近平是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三大派系中最极左的派系就是习近平这个派系啊？其实本来最极左的派系就是四人帮，就是毛泽东的左派，但是四人帮已经被其他的派系给联手剿灭了。那剩下的这三大派系中呢，叶剑英、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右派，邓小平是一个派系，再加上陈云是个派系。这三大派系中啊，当初收拾四人帮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中央宣传口负责人就是耿彪。耿彪当时还是负责去占领了人民日报还是什么的报社还是电视台的。耿彪他的实际身份就是现在的中宣部长啊。就整个1980年代啊，包括文化口，包括宣传口，包括电视台的台长啊，都是或多或少跟耿彪有关系。因为耿彪的身份，他就是文革之后中国实际上的第一任的中宣部长。你包括这个左王邓力群呐，就是耿彪提拔的。因为习近平给耿彪当过秘书啊，耿彪提拔的原木，所以习近平才提拔尹力，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的。他习近平继承了左王邓力群这一股政治势力啊，所以他天天开倒车。我们再看一个吴协林啊，吴协林最早是英勇的秘书，后来担任福建省委秘书长，成了尹力和周祖义的大秘。那说明这三个人英勇、尹力、周祖义都是一家子，都是习近平的马仔。我就回复一下一名网友的说法，他说赵乐际就是习近平的人，可能以前跟江泽民有关系，但是会转化。你这种说法啊，就是没有理解中国正部级和副部级官员是怎么提拔上去的，才会有转化这种说法。这都是为了节目效果编的故事情节，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中国的正部级官员是怎么提拔上去的？不是说一个副省长他55岁左右，习近平看着他顺眼就把他提拔为省长，那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是零啊，也可能是我看的太少，我就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这样的案例啊，是不可能的。我天天强调的是正部级35岁定律，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当上副省长、当上省长、当上省委书记，是因为35岁之前总书记看上你了，就决定20年后你55岁的时候把你提拔为省长。就是从正处级开始，甚至从副处级开始，每一步都是同一个派系提拔的。任何一个省长、副省长都是被某位总书记或者总理在35岁之前看上的才能上位。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黄坤明，他35岁之前就给黄小晶当秘书，黄小晶是跟习近平是一起打炮的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黄坤明才能上位。黄小晶35岁之前呢，当时的福州市委副书记杨步提拔的黄小晶。杨步不单单是周恩来的老乡呢，杨步的小儿子杨建新是邓颖超的秘书。就你觉得杨建新他为什么能去给邓颖超当秘书呢？所有的人之所以能够当上省长，比如黄小晶是福建省长，黄坤明是广东的省委书记，都是因为35岁之前被某个总书记或者总理看上了。你不能把总书记当成傻子呀，习近平他傻呀。那习近平提拔一个省长，他首先要保证这个省长不会背叛他，才会提拔的。就我说的这个权力结构啊，习近平的总书记是60%，总理是30%，赵乐际是人大委员长是10%啊。那后面的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他都是马仔，都是小崔，都是小跟班，啥都不是啊。你想啊，为什么赵乐际能当上人大委员长，王沪宁他不行呢？这正部级和副部级我就没有发现过有哪一个人是蔡奇的人，也许有啊，但是肯定不多啊。也就是说，蔡奇他不能提拔正部级官员，就蔡奇他想要提拔的话，他必须去找习近平，就抱着习近平大腿跪下来说，老大我要提拔谁谁谁，这个人肯定听话，你看行不行？就所以就不需要考虑蔡奇啊，他的级别太低，他决定不了正部级的人选，只要讨论习近平就可以了，只需要讨论总书记和总理，最多再加一个人大委员长就可以，就几乎可以把中国所有的正部级、副部级官员解释清楚呢。我再举一个邓小平时代的例子呢，那比如说薄一波退休之前，就是中顾委解散之前呢，1992年。
那薄一波给他的儿子薄熙来提拔了一个大连市委书记曹伯纯。那当时1992年中国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邓小平是1把手，陈云是2把手，江泽民总书记是3把手，李鹏总理是4把手，薄一波是中顾委第1副主任是5把手，就和现在蔡奇在政治局常委排名是一样的。就薄一波他一样，他不能给他儿子薄熙来提拔一个大连市委书记曹伯纯，那大连市委书记是副部级，薄一波没有这个权利提拔副部级，那薄一波怎么给他自己的儿子薄熙来提拔了一个曹伯纯去保护他的儿子薄熙来呢？就薄一波他就跑去找陈云，跪下来抱着陈云的大腿说：“这老大，我要提拔一个人，要保护我的儿子薄熙来。”那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就是说本来就是3大派系，邓小平、陈云、江泽民刚好这就分别属于3大派系，就他们3个人已经可以把当时的中国1992年的中国所有的正部级官员、副部级官员是怎么提拔的这个事情解释的清清楚楚，就不需要薄一波。薄一波就是陈云的马仔，他什么都不是。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权力结构啊，习近平手里大概有600个人的名单，李强手里有300个人的名单，赵乐际手里有60个人的名单。你说赵乐际他怎么投靠习近平啊？习近平自己的人他都上不去呢。董军他没有提拔成国务委员，刘建超没有提拔成外交部长。那习近平想要接收赵乐际这个派系的话，习近平就要把赵乐际手里的60个人全部提拔上去。那习近平哪里有这么多位置啊？这个就和说俄罗斯要加入北约一样，这大象要进澡盆子洗澡，那最后大象也洗不成澡，澡盆子也要被压坏了。你除非说赵乐际他一开始就是习近平派系的呀，那如果赵乐际一开始是江泽民的人，他怎么向习近平靠拢啊？江泽民他当过总书记，江泽民他军队里有人。你现在24个主要上将中，南部战区的司令吴亚楠和政委王文全，还有北部战区的司令黄明，都是江泽民的人。那中纪委的2把手刘金国，他是江泽民的人。赵乐际如果投靠了习近平，他手下那60个人的名单就要被刘金国抓光。那习近平他连秦刚和李尚福都罩不住，他怎么有实力保护赵乐际的人呢？而且赵乐际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抓了那么多习近平的马仔，习近平生气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收留赵乐际呢？习近平亲手培养的象山县委书记周江勇都被赵乐际给抓了，这个是标准的正部级35岁定律啊。周江勇35岁之前，他认识了习近平本人，还不是习近平这个派系的其他人啊。习近平辛辛苦苦的提拔了周江勇20年。你赵乐际如果不抓周江勇的话，我可以肯定啊，周江勇100%要被习近平提拔为正部级的。那习近平他怎么能和赵乐际搞在一起啊？能不能不搞笑啊？你包括那个赵正永啊，赵正永就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啊，都被赵乐际给抓了。我给您做一个选择题就行了。现在假设赵正永是赵乐际或者是习近平派系的人啊，有2个选项 ：A， 习近平6次批示，我就是死扛着，就是不够使，我一个省委书记就是要打总书记习近平的脸。B 是阳奉阴违，假装表面上开一个会议部署，那实际上不够使，对不对？如果你是赵正永的话，你怎么办呢？如果不是习近平私下打电话给赵正永说，指示赵正永你不要查处秦岭别墅案，赵正永他疯了呀！一个省委书记他敢跟习近平总书记对着干吗？习近平他6次批示秦岭别墅案呢，都是赵乐际给习近平上眼药。赵乐际他一个中纪委书记，他都把报告打给习近平这个总书记了，那习近平不批示也得批示啊。赵正永就是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卢仲景提拔的，卢仲景是姚依林的老乡，赵正永他就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最后被赵乐际抓了。赵乐际他怎么可能转化成习近平的人啊？这太搞笑了。好的，谢谢大家。